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来电科技。首先声明，该视频没有任何恰饭推广，每一条评价都尽量客观。我会尽自己所能说清楚各类产品的优缺点以及个人见解，大家可以根据喜好来选择。那么我就来给大家分享几款我亲测好用的产品。首先是电脑主心骨微星 Aegis 宙斯盾 GX 主机。机箱采用了无 A 柱的270度侧透设计，大面积侧透可以清晰看到内部结构。显卡起步就是4070 Super， 最高可以上到 4090D。CPU 也给到了 i7、i9 两种型号可供选择，强大的性能能够满足各种人群的需求。不过呢，说实话，这款主机性能虽强，对于钱包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如果你是一个电脑小白，又没有时间了解硬件知识的话，想要一步到位，微星 Aegis 宙斯盾 GX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如果追求超高性价比的话，那么科瑞电竞显示器 X41 真的值得一提，以不到600元的价格，真正实现了性价比与性能的结合。经典的黑红配色黑洞之眼设计，支架支持多项调节，配置上 1080p 180赫兹，搭载 G-Sync 同步技术，能够确保画面无撕裂。不过这款显示器的底座是8爪型，有点占地方，但是这个价位和配置，这点小缺点还是可以忍受的。当然，对于高阶玩家来说，我更推荐 ROG 绝杀27吹雪，价格在2700上下，27寸 2K 180赫兹，而且支架顶部还贴心的设计了一个1/4英寸的三脚架插座。对于主播和视频创作者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大大的加分项。整体测试下来没问题，只能说不愧是败家之眼。同时，它的 AI 功能也很出色，有0到20档可控 OD 调节，在显示器帧率波动的时候，动态更改其超速设置，体现了更好的画面反馈。与此同时，一款高性能的硬盘也是不可或缺的，7部数据的 SN580固态硬盘，这是一款入门级的 1TB， 读写速度为4150兆每秒，支持 PCIe 4.0 通道，同时采用 N-Cache 4.0 技术，可以用更低的能耗提供更强的突发写入性能，拷贝更加快速便捷，而且温度比普通硬盘要低，再搭配上散热片，即使在3伏天也不用担心硬盘出现过热的问题。但是它赠送的螺丝和螺丝刀只适合普通主板，如果是自己组装的主板，则需要自行购买螺丝刀。说到这儿，我得给伙伴们安利2款超好用的鼠标，一款是脉从 A5 Ultra 鼠标，它的外观就像是缩小版的狗屁王1代，但是它比狗屁王要更低倍。如果打 FPS 这类比较在意掌控感，超过18厘米手长的可能不是很抓手。56克的重量，自带一个 Nano 的无线 4K 接收器，有线还能达到8K， 即使在 CS 这种跟手的游戏里，一点也感觉不到延迟。它搭载的 PAW3395 传感器 DPI 高达26500毫安的电池，日常续航长达130小时，200多的价格还是非常香的。当然，对鼠标有高要求的玩家，我更推荐老选手 GPW 2代鼠标，价格在700左右，握持手感非常好，61克的重量，电池容量在300到499毫安，相比于1代续航能力更长，玩动作类游戏，无论是转视角还是打连招的反应速度，优势会更加明显。它不足的地方在于 Micro USB 口，以及相比于第1代缺少了点电竞的炫酷感，这里建议大家在活动日购买会更优惠哦。配置跟上了，网速当然也要跟上。我现在用的是小米家的 WiFi 7路由器 BE3600， 它搭载了高通4核 A53芯片， WiFi 7的高频段技术可兼顾 2.4G 和 5G 无线网络聚合，再加上4颗高性能独立的 FEM， 隔着几个房间信号也不逊色，打游戏再也不怕卡成 PPT 啦。缺点就是不能靠墙，天线不能折叠，每天宅在家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身体都快生锈了。给自己整了一台居家健身好物，用着还不错。噔噔噔，就是 Maric 绝影 One 动感单车，它拥有自家 App 和训练课程，对于部分中老年用户或者技术新手，初次操作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与学习。在运动过程中，单车还会根据课程变化自动调节阻力。另外 Maric 可以通过线上匹配玩家进行骑行 PK， 互相监督。想要在家进行健身，但害怕坚持不下来的小伙伴， Maric 绝影 One 动感单车无疑是一个值得你考虑的选择。运动中
音乐必不可少，在这里我推荐的是 JBL 音乐圈开放式耳机，单耳重量达13克，续航长达6到18个小时，而且 JBL 音乐圈采用的是目前比较主流的空气传导模式，没有耳压，没有降噪，可以听到周围的环境音，支持多项调节和拓展颈带，自由度比较高。对于偏好 JBL 这类音频大厂，不追求极致降噪的小伙伴，音乐圈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话说回来，数码之外，生活内好物也不少，给大家安利几款看家护院的神器——智能监控摄像头。第一款就是我们办公室安装的小米智能摄像机云台版 2K， 它有 2K 的分辨率，可以通过米家 App 操控它的转向，360度全景拍摄，会自动记录拍摄内容。它的特点是开通云服务后，不需要插内存卡就可以查看1周内的回放，十分便捷。但是不支持硬盘录像机连接，而且没有网关。其次是这台荣耀精选小派智能摄像头 Pro， 不到300的价格就能拥有超级变焦云台、20倍混合光学变焦与双画面监控3镜头联动看守。整体测试下来还不错，并且连接荣耀智慧空间后，通过 App 就能操控它的转向，支持双向通话，即使老人小孩独自在家也能随时联系家人。但是目前存在一些版本差异，只支持安卓版本， iOS 版本预计在8月底支持。最后就是户外超米小白监控，支持双摄600万像素，可水平转动350度，垂直转动95度，几乎是360度无死角。双向通话过程中底噪会明显，但是人声比较清楚，适用于大场景使用，可以很好的满足院子、广场等室外大场景的监控需求。在侦测方面也有着较高的灵敏度。说到生活，洗漱也是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。像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莱芬扫震电动牙刷。我知道这里一定有小伙伴觉得是恰饭，因为网上铺天盖地的莱芬广告给人一种割韭菜的感觉。但是说真的，我实际用下来却意外的不错。莱芬的电机自带了 PID 动态补偿算法，在牙刷遇阻时仍能给到强劲的动力，极强的扭矩和更软的刷头，牙刷扫震的力度既不会刺激牙龈，也不会太弱，感觉没刷干净。但是牙齿比较敏感的人需要注意，只适合1档哦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需要自行配适配器，而且刚收到的牙刷电量可能不是满的，需要及时磁吸充电，一次充电大概可以用30天。更换刷头的价格方面，大概不到10块，而且他家采用的是无铜毛，干净卫生，个人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以上就是我近期实测用着不错的东西，如果你有更换的需求，不妨参考一下我的清单。这里是来电科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